这期视频是为母亲节做的，达克为您分享母亲节的来历和一位模范的华人母亲。安娜·贾维斯是美国母亲节的创始人。贾维斯女士1864年出生于西弗吉尼亚州。创立母亲节最初的想法来自贾维斯的母亲安妮·贾维斯。她在自己的教会做了20年教师，并创建了母亲节工作俱乐部，教育母亲们有关健康和卫生的常识。美国内战期间，第一位北方士兵阵亡，第一位黑人奴隶被释放，就在教会附近。弗吉尼亚州也因为内战分成了西弗吉尼亚和弗吉尼亚。安妮·贾维斯为此又创立了母亲友谊日，参与战后南北双方战士家庭关系的恢复和重建，并送安娜上大学深造。母亲积极参与社会活动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安娜。1905年5月9日，安妮去世，安娜这时已经是费城一位成功的广告文案专员。为纪念母亲，1908年，安娜在母亲的教会提出母亲节的想法，并将母亲过世日5月的第2个周日确定为母亲节。1992年，这间教会被称为国际母亲节圣地，并列为国家历史地标。1910年，西弗吉尼亚州长宣布母亲节作为全州的节日，其他各州也开始仿效跟进。精明的商家马上看到机会，费城最大的百货公司老总约翰·沃纳梅克出面游说国会。更愿意出钱出力的是花卉商，他们主动捐款帮助游说活动，已将母亲节确定为美国的国家节日。安娜呼吁设立母亲节，影响最大的演讲就是在沃纳梅克百货商店发表的，鲜花商还送了500朵白色的康乃馨装饰会场。1914年，威尔逊总统签署了法令，确定母亲节为全国的节日。从此以后的每个母亲节，佩戴康乃馨成为一种传统。节日前后，美国各地花店的白色康乃馨很快就断货，于是人们经常听到商家囤积谋取暴利的新闻。接着，糖果商鼓励节日送母亲和巧克力，贺卡商则鼓励送母亲一张贺卡。贾维斯渐渐开始反感这些商业炒作，他希望母亲节是心怀感激的一天，而不是赚取利润的一天。从1920年开始，他劝告人们不要再送鲜花和礼物，甚至将以往资助过他的商家称为骗子和强盗。他们的贪婪破坏了最美好、最高贵的节日。他主张母亲节这天应该回家或给母亲写封长信，因为一张印刷好的贺卡或者现成的电报，除了表明你懒得写信给这个世界上为你付出最多的女人之外，没有任何意义。他还说，每位母亲都宁愿从她的儿子或者女儿那里得到一行最糟糕的涂鸦，而不是任何精美的贺卡。后来，贾维斯女士反商业化的行为越来越激进，她到集会上演说，被警察带离现场，到商店阻止人们买花。1943年起，开始组织请愿，要求国会废除母亲节。她自己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糟糕，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她，贾维斯女士在费城挨家挨户的请人在废除母亲节的请愿书上签名。贾维斯女士一生未婚，也没有儿女，最后的日子负债累累，住进宾州一家封闭的精神病疗养院，直到1948年11月去世。没有人告诉她，住院期间部分费用是花卉和贺卡行业的人支付的。诸位看到这些视频时，达克应该已经回到国内的家中，吃着最爱的老妈做的豆瓣鱼，能带给老妈的还就是一盒巧克力。从1935年起，每年5月的母亲节，美国各州都会提名一位母亲到全美参选年度美国母亲的评选。评选的结果会在9月15日公布。迄今已经评选出了88位美国母亲，其中一位叫阮彩莲的中国妈妈曾被评选为1952年度的美国母亲。
阮女士没有读过书，不会英文，但靠着独自经营一家洗衣店，将8个孩子抚养成人。最终8个孩子都完成了大学教育，成为医生、化学家、商人、律师和电气工程师，体现了华人母亲任劳任怨、重视教育的美德。阮女士的丈夫龚先生，据考证很可能是最早定居缅因州的华人。1912年，龚没有任何证件到达加拿大温哥华。1917年8月进入美国，落脚波士顿。因为违反移民法被捕，经过询问并没有得到处罚。不过龚被征兵入伍，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担任医疗队的工作。因为服役并参战，龚取得了公民身份。1922年，龚回到了广东台山，娶了31岁阮彩莲。龚很聪明，回国前专门请律师做了法律文件，证明身份和回国的目的。虽然阮彩莲到达波士顿后被安置在小黑屋里10多天，但因为有龚准备的法律文件，最终和丈夫团聚。夫妻俩在缅因的波特兰森林大道615号开了家洗衣店，除了洗衣服，他们还买了缝纫机。龚鼓励妻子穿美国款式的衣服，所以阮女士从中国带来的中式衣服没有怎么穿，保存很新，后来都捐给了缅因州历史学会。19世纪，华人在美国安身立命最重要的行业就是洗衣业。尽管中餐馆也是华人主要经营的行当，但最初不是为了吸引美国人而经营的。当时华人社区是单身社会，为了免除单身汉做饭的烦恼，有人开始经营餐馆。据波士顿一个名为华埠宴会纪实的项目搜集的资料，波士顿最初的中国饭馆菜单都是中文名字，到了1930年代，中餐馆才开始吸引美国人。1949年，波士顿地区有52家华人的洗衣店和60家中餐馆。1951年，芝加哥地区有430家华人洗衣店和167家中餐馆。而1953年纽约从事洗衣业的华人有1万多人。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一文中回忆了他们在美国留学的生活。1932年前后，他们在科罗拉多学院学习。他写道，洗衣是美国华侨最普通的职业，因此留学生常常被人问到，你爸爸是洗衣裳的吗？为此，闻一多先生还专门做了首诗，洗衣歌，头几句是1件、2件、3件，洗衣要洗干净；4件、5件、6件，熨衣要熨得平。日子虽然过得辛苦，但还比较顺利。1936年，夫妻俩花了5000美元买下这栋房子。不幸的是，1941年5月，龚去世，留下了8位3到16岁的小孩。尽管独自一人，没有任何亲戚朋友，阮女士还是断然拒绝了美国政府为减轻负担，劝她将部分孩子送他人抚养的建议，开始独自一人支撑小店和家庭。当时洗衣服全靠手工，是纯体力活，她一天要干16小时。她给孩子都安排了力所能及的活，努力工作，努力工作，成了全家的口头禅。阮家的事感动了一位当地退休教师克拉拉·索欧女士，她是位帮助外来移民适应美国文化生活的热心人。她经常帮助当地中餐馆和洗衣店的华人，也结识了阮女士一家。索欧女士正好是缅因州负责推荐美国母亲委员会的成员。美国母亲是罗斯福总统夫人于1931年提出设立，以展示美国母亲优秀品质的活动。每年选出一位模范妈妈，尤其是在品德方面杰出的母亲，给大家做榜样。阮女士勤劳、坚定、甘愿牺牲的品格和精神打动了索欧，而这些正是新移民融入美国社会所需要的品质。阮女士先当选缅因母亲，然后参选美国母亲，并荣幸地当选为1952年度的美国母亲。阮女士的当选也正值东西方冷战，
中美在朝鲜热战之时，所以不仅仅在美国国内，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。阮女士应邀到白宫，受到了杜鲁门总统夫人的接见，缅因州的国会议员也会见了她。因为英文不好，出席各种仪式都有孩子做翻译陪同。虽然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，平时也只是从事繁重的体力工作，但从照片上看，阮女士的着装得体，举止不卑不亢，落落大方。很多商家给他们捐赠了物品，华人社区更是感到骄傲，不仅举办了欢迎庆祝仪式，还邀请孩子们到中餐馆聚餐。后来的日子里，8个小孩都学有所成，接受了中高等教育，其中一个儿子当了医生，一个儿子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，其他的儿子获得了物理、电机工程、化学以及法律等学位。女儿们在法院和政府机构工作。阮女士本人一直健康地活到100岁，于1993年过世。上世纪60年代开始，大量洗衣店的华人进入退休期，同时由于洗衣机的普及，华人从事洗衣业的人数开始下降，取而代之的是制衣业和餐饮业。一份1969年做的纽约华人问卷调查显示， 12.7% 的人从事餐饮， 11.8% 的人从事制衣业，而做洗衣业的只占 3.4%。阮女士的一位孙女安德拉·路易，如今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人类学教授。去年应缅因历史学会的邀请，在网上讲述了祖母的故事，并谈了她自己的研究，提供了更广更深的思考。讲座的链接达克放在视频的说明里。阮妈妈的事迹虽然过去了70多年，但一直是华人社区的骄傲。缅因的华人组织中美友好协会一直想在当年阮女士居住的森林街615号设立个纪念牌，但房子已属他人，而且主人一直没有回应。2021年，当得知房子换了主人，协会又给新的房主发去了征询的电邮，不到几个小时就得到了非常乐意的回复。2021年10月，协会组织了小小的挂牌仪式，阮女士的2个女儿也赶来出席。从谷歌的街景看，房子并不大，如果没有标牌，谁也不会猜到这里曾劳作过一位伟大的母亲。下次有机会到缅因，达克一定要在屋边体会感受一下这里的平凡和伟大。这期视频也献给达克的母亲和岳母，还有达克孩子的妈妈，也祝天下的母亲们节日快乐。